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我第一次，自从他这边封城以后，第一次出来放风。然后现在爱尔兰疫情的话，还算比较好转了，因为在过去的一周，每一天大概增加的病例差不多是200左右。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可怕，有一段时间每天的那个新增病例都会到700或者上千，所以说现在已经算比较趋缓了。然后发现戴口罩录音讲话很费力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不听得到我的声音。然后政府在前几天有发布一个，就是说分5步解封的一个这样的措施。然后从前几天也开始，就是说以前是只能在自己家附近2公里以内的范围内活动，现在是增加到5公里之内的范围内活动。所以今天出来透一透气，因为太久在家憋太久。然后我现在是沿着运河，这边有一条运河，应该是通去那个凤凰公园，然后锻炼一下。坐太久，应该都增肥了不少。我发现戴口罩讲话好吃力呀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讲的主题是在爱尔兰怎样找工作，因为之前一直会有收到那个网友的私信，就是说谈一谈这个部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，我觉得分3类来讲吧。第一类我觉得应该是算，因为大部分人来爱尔兰应该是来这边先学习，然后说第一部分应该是说，如果你在这边当学生的时候怎样找工作。好热，讲话讲的，首先呢，他们这边国家的法律规定是，如果你在校期间的话，你每周工作的时长是不能超过20个小时。到了寒暑假，或者是他们这边有那个读书周，就是有的时候一休可能休到1周到2周，等于是在非在校期间的话，你1周可以工作到差不多可以工作到40个小时，基本上就是和正常上班的工作小时的时长是一样的。这一点大家我觉得留意一下，因为其实你在学生期间的话，你找工作找的基本上无外乎于是服务员，然后在酒吧工作，然后洗盘子，或者是其他一些兼职的工作。然后呢，很多他这个兼职的工作呢，他是不会帮你缴税的，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，因为他不帮你缴税的话，他也查不到你是不是有没有多工作，可以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去决定你是要多做还是怎么样。但是如果你去一些正规的公司的话，做兼职，他就会需要帮你缴税，然后他其实也会确定，也会确认你的身份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么多小时的时长，然后你自己留意一下就好。因为如果你去缴税的公司的话，最好还是要保持在那个时数的范围之内，不然的话是会有记录的，然后对以后的一些东西也不好。
然后我先说一下服务员的工作，我觉得服务员的工作会是比较普遍，而且比较容易找到的工作。服务员的工作的话，分在中国人的餐厅，就是说中餐厅、华人的餐厅，还有就是在老外的餐厅。我先说一下，在中国人的餐厅，我上学的时候有打工过，然后那个时候是大概13年左右，13年。然后当时我在老外的餐厅和中国人的餐厅都工作过。在中国人的餐厅的话，大概时薪的话，就1个小时，他给你的是6欧到7欧。我记得当时最高的就是说，在业内的话，当时那个时间的话，那几年的话，最高的是有一个叫好世界的餐厅，是一个香港人的餐厅，他给的是最高的也是7欧，然后是直接付给你现金。然后我当时做的，如果你们来了就知道，在那个就中国城那附近的话，中餐厅他们给的大部分是5.5欧到6欧，因为我做过好几家餐厅，大概是6欧左右吧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时候的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到现在来说的话，因为国家的最基本的工资也涨了，我觉得这个大概会涨到1欧左右，所以说应该现在是到7欧左右1个小时，是直接给你现金。然后如果你去老外餐厅做服务员的话，他们基本上都是会按国家规定的小时的那个钱给你。现在国家规定的小时的国家规定是1个小时10.1欧，然后基本上都会按这个给你，也是会给你现金。所以说大家看吧，因为中国餐厅可能会录用你的几率比较大一点，但是那个钱会少一点。然后如果能去到像老外的餐厅的话，因为他的钱会高一点。然后去哪里找工作呢？我之前有在前面有一个视频说，有推荐过。第一个是叫那个华人圈的 APP， 我这边会再贴出来。然后另外有一个网站以前是叫0086.IE， 然后现在它改名了，我这边也会打出来。我看它是叫什么，现在改名了，是叫 ZH， 然后.I68.IE， 然后里面这2个是你可以找到那个你知道都是华人的社群，所以说会找到一些服务员啊、洗盘子啊这一类的最基本的工作，都可以在上面找到。然后你去找，如果是去找想去找老外餐厅工作的话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在正规的一些这边主流的找工作的网站，就是说基本上它什么工作上面都会有，不管是从低的到高的都有。这边主流的找工作的网站有3个，一个是叫那个 jobs.ie， 我这边也会打出来。另外一个是monster.ie， 然后还有一个是叫 indeed.ie， 就是说大家就直接可以去上面搜索 waiter or waitress， 然后可以直接搜索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简单找到的工作，就是在酒吧。然后酒吧的时薪，酒吧基本上都是老外开的，然后时薪的话基本上都能给到你10.1欧1个小时。然后酒吧最大的好处是，我本人是没有在酒吧工作过，但是我听说就旁边的朋友都有，学生都有，然后他们酒吧的这边有个鹅我怕它会啄我，点开一下sorry， 那个鹅非常大，我怕它会啄我。然后
然后酒吧的话我已经讲哪了？就是说酒吧的话，哦，对，酒吧的话，它虽然按那个时薪给，但是它有个好处是，你可以拿到很大量的小费。有的时候的话，你一个晚上可以拿到10几欧或者是几十欧都有可能。然后我觉得在酒吧，因为我觉得老外的话对小费这个概念的话都是会给你的，所以说你只要是你服务的老板的话，也不会怎么说，也不会说什么。等于是在老外的餐厅，然后在老外的酒吧，你拿到小费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就说如果你服务好一点的话，基本上这边有给小费的这个文化。然后如果你在中餐厅的话，我之前在中餐厅工作的话 ，thanks， 我之前在中餐厅工作的话，客人也会给小费，但是有一些老板，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是自己人不给自己人赚，因为我当时的老板他是说小费你要收集起来，然后放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到每周或者是怎样的话，然后再分给大家。但中间的话，他肯定是已经拿掉很多了，所以说，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，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。所以说，大家在算自己可以赚多少钱的时候，可以把小费考虑进去，因为小费，可以占蛮多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好的话，可以占到你总拿到的钱的20%左右，所以还是一个不错的收入。然后下面我要讲的是真正是你只有关注了我才能知道的福利，是一个很好的工作，是我之前在过渡时期，我自己有工作的，工资非常高，就当时对于我来说，因为是学生，工资真的是高的离谱，而且非常轻松，又简单又轻松。今天现在跟你们推荐，就是说你们可以，如果是学生的话，可以来，到时候可以去找这家公司，是翻译公司，然后它的名字是叫 Word Perfect， 就是单词完美。我当时的时薪哦，我跟你们讲时薪，因为我当时好像是有做2份工，一份是在餐厅里面打工，是我跟你讲了大概6欧左右1个小时，它这个时薪是15点几欧，所以说当时是我餐厅打工的1倍多。我现在，因为他当时的时薪已经比现在国家规定的10点几欧要高的，我觉得他要调也不会调很多，但是大家可以去找我，大家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工作内容和这个流程怎么申请。它基本上就是招中文的翻译，是属于现场口译的这个部分。然后的话，你可以投简历，基本上你的简历是说中国人，然后你在校大学生，可以证明一下你的英语是过了关，或者是你贴一下你的雅思成绩，基本上都可以，只要他要人的话，基本上你录用的机会是非常大的。然后我只是说我当时的一些流程，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变了，而且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讲。然后当时等于是去他办公室，他会给你一份试卷去测试一下你的那个就笔试，然后测试一下你的英语能力。基本上那个题的难度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比大概是大学4级还要低一点点难度，就是说非常一些什么填空题，还有完形填空之类的这之类的题目，然后还有那个笔试，还有手写他没有说要写作文，但是他有，我记得是有说有要写什么短句之类的，基本上大概是这些内容。然后前面有一个台阶，我可以坐一下，好累。然后基本上你差不多，我觉得能来这边的基本上都可以通过那个英语测试。然后呢，具体的内容就是说，你会被公司派去到医院或者是
监狱或者是法庭，这些我都自己亲身有被派去过的。还有说像什么调解的场所，等一下，等于是你会被派去这些地方，然后做现场的翻译。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，就是说我经常，我靠，风也很大，我经常被派去的地方是医院。医院基本上就是很简单，因为他们这边医院的话是和一些私人的翻译机构是有合作的，等于是像有一些中国病人的话去看病，他可以提前跟医院说，我当时看病的时候需要预约一个中文的翻译，因为他英文不太好，医院都是免费给病人提供的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出现了。然后基本上这家公司的话，我去了很多大的医院，我都看到在医院里面的话，它都会有贴这个 Word Perfect 这个广告在他们的那个墙上。所以说医院的接收的那个，就是说医院的工作会是最多的，然后基本上就口译了，就是说你到现场基本上你能看到，就是可能年纪长的一些华人，他需要口译服务，然后就是一些很正常啊，就是哪里痛啊，就是你平时看病的那些细节。然后另外有一个会被派去的是，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去法庭，因为我记得我有去过一次法庭，简直我觉得差点真的是没把我吓尿裤子，因为他那个英文太难了。我当时记得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我当时会有被送到一个叫那个监狱是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但是是在那个Park West 那边有一个监狱，然后我进去以后的话，我当时也不知道会有这么难，因为我当时一进去就非常正式，然后就整个走进一个那个庭审的现场，就真的是你在电视中或者是在什么报纸上看到那种庭审的现场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就要站在一个那个真的是被告席的那个什么对面之类的，然后好像是被告的是一个华人，然后当时好像我记得当时快要把我吓尿的是，好像是全部的整个庭大概有100-200来号人都在等我这个翻译，我不知道是他时间没有瞧好还是怎样，反正都在等我。然后我上去以后，他好像就是说就是开庭，然后就开始要正常审讯，因为要我的翻译嘛。然后他当时就是要我就是好像他们这边开庭有一个是要做誓言一样，就是要宣誓，就是说你之后所讲的一些东西，什么都是就是你以你最大的努力所知道的东西，然后就讲宣誓的东西，就是你说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内容。然后我基本上他叫我宣誓的那一段英文我听不懂，因为我要用英文读一遍，然后我中文大概能知道他什么意思，因为中文的话，反正我跟那个被告人讲，就说你要讲的事实啊，就乱七八糟这些类似的东西。但是因为他要我重复他讲的那一遍英文，我基本上没有听懂。然后我当时讲了1-2遍，然后我当时基本上我只讲对了可能40%左右，所以说当时我整个就非常尴尬。然后好像那个就是说法官当时或者是他旁边的人也说，他可能英语的话，他可能也讲不好，然后就直接就放我过了。我当时是真的是非常尴尬，因为他那个英文真的是用的他那个词太生僻，我当时是真的没有听懂。然后这是我法庭的一个经验。然后希望大家不要派去法庭，如果是大家有找到这个工作的话，派去法庭的话，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他那个英文的那个难度是相当之高。然后另外一个我有被派去的，稍微多一点的，就是派去一些人道主义机构，因为有些人道主义机构像一些华人，他在这边没有身份，然后他要去一些人道主义求救，然后会有我还有去过一个地方是，一个华人，他是说也是很好玩的啦，就是说千奇百怪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蛮好玩的，你可以接触到千奇百怪的人。然后有一个华人是，他说他是想申请政治庇护吧，他是说在中国，我不知道是哪里，是在沿海的一个省份，应该是福建吧。然后他是说他
在家里欠了很多钱，他回去的话，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会被别人追债之类的。然后，当时翻译了很久，他意思是想申请增值庇护，然后。这个我有遇过，然后我刚刚是说法庭，还有我还去过监狱。监狱的话，基本上，跟大家讲也没关系，反正也没什么。监狱的话，没有什么数据隐私的问题，因为已经很久的事情了。监狱的话是当时有一个也是华人，因为我要去做翻译嘛，然后华人，然后他好像是在哪里，在乡下的一个在爱尔兰乡下一个地方种大麻，他当时在看守大麻，然后他可能是被抓到了，然后是要警方，就是我旁边就是坐的警察，然后警方要求他把那个就是要他说真话，就是具体谁是主使啊之类的，反正非常像电视上演的，非常非常好玩。然后，所以说，这个工作的话，我觉得是在学生期间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黄金的工作，真的是黄金工作，因为当时给的就是15多欧1个小时。然后我跟你讲一下他的那个。就是说，而且你都是可以，就是说你拿工资是你要每次带一张表，然后你要去给，假如说我去医院的话，你到了你就叫那个人签字，就是说把时间写下来，就说，然后中间所有等的时间的话都算在以内，就是说你结束了，然后再叫前台或者是叫哪一个负责的人填一下，然后中间所有的时间都算在里面。有的时候我在医院等个1-2个小时，然后也就算了。然后黄金工作，基本上小时是少，但是轻松，然后简单，而且很好玩，可以遇到很多好玩的事情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遇到了非常就见识了很多事情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黄金工作。另外就兼职工作的话，给大家一些思路，就是说，服务员是最简单的啦，但是你可以大家在我刚刚讲到的那3个网站上面，你可以如果大家不怕脏不怕累的话，可以搜索一下清洁的工作，因为这边清洁也不是说我们意义中的像扫厕所这一类的，可能是公司内部的清洁，所以说还是会比较干净的。而且我知道这些清洁的公司的话，他给的那个工资肯定也是在这个肯定是在这个10点几欧的那个国家标准之上的，就是会高一点点，所以说也是不错的。而且像这个的话，它小时就非常固定，它就不会说像翻译一样，它可能只要求你需要的那些小时，所以说。这个是大家一个思路，然后另外一个思路的话，有兼职的话，大家可以去找，像女生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去找保姆？因为我知道我旁边有一些人，他之前的话有去找保姆的工作，也是就是在家里带小孩，基本上说白了就是在家里带小孩，然后也是非常轻松。也不说轻松吧，就是说可能钱会比较高一点，然后环境会稍微比较好一点。基本上兼职的话就是这些内容，然后其他的话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在肉场啊那些，我有听过，但是我身边的人其实都没有去过，所以说我不太知道大概的情况，但是有这一类，但是我不太知道，所以说我就不乱讲了，因为我没有听过，也没有你知道没有经验，所以说差不多就这样，然后希望对你有帮助。